8月份开始闹腾的这个非洲猪瘟，差不多已经3个月了。那么从北到南，我们看到至少有19个省市已经陷入了这次危机。那么第一次关注这个新闻是一个泰国的朋友，他跟我说，习近平从这个非洲进口猪肉，是吧，带来了这个病毒。我吓了一跳，没敢接他话。回过头来呢，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新闻，这跟非洲确实关系不是很大，是吧？冷冻的东西，你说从非洲运到中国来，这个不是很现实。当然了，这个非洲猪瘟确实是在肯尼亚发现的，是吧？差不多90多年了吧，90年前，是吧？这个病毒就已经被发现了。那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它可以人畜共患的问题。总体而言，它是一个病毒，挺麻烦，是吧？上个世纪50年代在欧洲也出现了，那么亚洲其实10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俄罗斯有一部分是属于亚洲地区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猪瘟它除了这个家猪可以携带并且传播以外，那么野猪也可以携带并且传播，虽然它的致死率是100%，但是这个传播的渠道既然已经到了俄罗斯，那么迟早会流入中国。今年呢，出现了一个推动，中国政府从这个前苏联地区2008年开始，其实就已经非常关注了。那么农业部也发了一些禁令，禁止预区的这个猪肉销售到中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走私始终你是避免不了。中国现在在国际市场上每年进口的这个猪肉，通常都是100多万吨，主要是杂碎，是吧？很多国家它不吃猪的内脏，那么中国呢，进口这个东西一直是比较大量的。但是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都不是中国进口的主要国家。有些人传说因为贸易战的原因，中国拒绝了这个美国猪肉，转而进口俄罗斯猪肉，这个其实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说法。因为美国的猪肉对中国的出口，这个比例相当小。总体上来说，中国进口的猪肉主要是以欧洲为主，是吧？欧盟地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国内在封杀这个消息，而且有一些医学上的专家始终在跟大家做的解释。这个非洲猪瘟虽然能让猪病死，但是呢，你就是吃了这个带有病毒的猪肉人也不会生病。对，听的总有点心里发毛。我们知道这个在俄罗斯出现非洲猪瘟，它其实是2007年。那么我们看到了11年以后，是吧？前苏联地区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完了，俄罗斯人呢一向是比较忌惮生化武器的攻击，所以他们今年10月份其实提出过一个建议，要求美国总统允许他们对美国设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一个实验室进行调查或者询问。我看到了这个提出这个建议的呢，是俄罗斯核生化司令，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请求。前苏联地区出现非洲猪瘟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他们甚至有一个思路，就是要恢复到前苏联时期的农庄式经营。
杜绝个人养殖场。那么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非洲猪瘟的传播问题。其实呢，国际卫生组织给他们的建议大概也是比较类似的啊，并不是说让他恢复农庄，只是告诉他出现这个疫情的养殖场5年之内不能再养殖了，是吧？要深埋，要这个清理干净。它这个传播途径其实相当麻烦，除了这个生猪以外，猪的遗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运送这个猪的车辆，都携带病菌。它这个传播的方式相当的广，不仅是家猪，野猪也存在这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野猪这个东西你不太好抓，是吧？你也不太好监控，所以呢，摆在中国这事儿就更麻烦。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吃猪肉呢，其实也不过就1000年左右的历史。历朝历代呢，它鉴于这个猪啊，景象不能望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猪比较脏，什么东西都吃，每天搞得脏兮兮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是猪它天生就是乱伦的，所以中国人不太愿意吃猪肉。中国人始终把羊肉作为比较高贵的肉食，是吧？从周朝开始，它列入周礼了。那么尤其是御膳皇宫，是吧？基本上它的肉食是以牛肉、羊肉为主，因为古代的耕植过程中间需要牛，那么农耕文明的环境下呢，羊肉自然就变成了上品。猪肉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东坡肉，是吧？从衢州、黄州一直到杭州，那么苏东坡也是经过他自己的一些摸索最后呢，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便在他当官的那段时间，北宋也是这么一个行情，是吧？富者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那么他研制了这个东坡肉的做法，进而推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猪肉成为美食，其实它的时间并不长。如果没有乌台诗案的话，苏东坡可能也不会留下这么一道名菜来。现在中国猪肉销量应该是全世界比较大的，总量来说应该是第一，是吧？中国的生猪保有量、存栏量应该是在5万头左右，占全世界的1半。那么这次猪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席卷全国，从北到南现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甚至连四川这个盆地都已经陷落了，边境呢就更不用谈了。我相信很快它会蔓延到东南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养殖的成本相对来说比中国要低，并不是说它的养殖有多么的先进，只是人家的成本确实比我们低。所以你看边境上经常能抓到一些从越南往中国走私生猪的这么一个渠道。那么2015年到2018年抓获了一个团伙，他们在3年之内往中国运了5万头生猪，海上就更不用说了，是吧？2010年左右，俄罗斯曾经查获过一批这个国防肉，由各个国家因为战备需要，那么储存了一些物资，包括肉类。那么中国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海上有很多走私进来的猪肉、猪的内脏，它不一定都是新鲜的。我们知道猪肉一般它的保质期是1年，但是你遇上战备肉了，极有可能就是几十年，它的冷冻成本相当低，是吧？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有一些深入的调查。原来我们都以为是谣言，现在已经被证实了，它不是谣言。
今后这个事儿更麻烦，因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猪肉消费大国，其实它的出口，隐性的出口也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天凉了，对吧？大家都会腌一点咸肉，做一些香肠，是吧？香毒啊这些东西。那么投亲访友的时候，邮寄给居住在国外的一些亲友。那么与中国周边交界的一些国家，包括即便比较远，但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国家，它都会有一些华人超市，那个里面会卖火腿肠，会卖中国的腌腊制品。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它很快会蔓延到全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够进行生物防范的国家不是很多，所以未来我们将遇到的这个问题，它可能不仅仅只限于中国。